狼头，殿下，我是不是叮嘱过你？我说了，至少要给我留一个活口。你怎么全给我弄死了？本来这个是活捉的，没想到一个没看住，这个人就直接服毒死了。服毒？哦。殿下，您看这令牌。宋大哥，这么匆忙离开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春风客栈，我想办法联系小刘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什么？我已经让我姐赶紧去客栈了。后天就是沈姑娘和瑞王的大婚之日了，我们得离开了。好，好吧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要走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洗冤择物，旷宴失守，本源非礼。欲求君人无主死人，则委官定验。监官私信凭检验状推勘，何可疏略？宋词洗冤记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姐，你这是干嘛？在别人家里住了那么多天，突然不告而别，的确不太好吧？小山婆，对不起了。对不起。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阴兵借粮这个案子，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就是你爹沈修灵吧？苏子，这种话不能乱说。在那3个变戏法的人家中，那个蒙面杀手就是你吧？苏子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一开始我还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蒙面人看到引撬他的那把出尘会如此意外，以至于本来还在追杀我们，却选择了逃跑。现在想来，是你当时把蒙着面的引撬当成了自己的妹妹。沈姐姐，你送给我的那把出尘，真的是把宝剑。昨天那个人身手也不错，但他看到那把剑就不敢跟我打了。没错，光凭这点，不足以作为证据。第二件事，才是阴兵借粮案的关键。有一点，我们一直被蒙蔽了。这出发的时候，所有粮食全部进了草。
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你说的没错，阴兵借粮这个案子，幕后的主谋的确就是我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爹，你也退下。可是他们……退下。走。是。你们跟我来吧。你们想知道沈家通灵术真正的秘密吗？我告诉你们吧。我在刑部待了整整18年，在这18年里，我一直做着一些相同的事情，就是不停地翻阅各种案卷，归纳和整理各种案件。通过日积月累，我逐渐摸清了一套符合大部分罪犯作案模式和心理特征的规律。特定的作案特征可以反推出对应特定的作案心理，从而对罪犯个人特征做出大致的推断。我把这18年的经验归纳成2卷书册《罪案心学》。我精通研究人的内心思想活动，尤其是犯罪时候的内心思想。可笑的是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宁可相信世上有鬼神，也不愿意相信我能猜透人的心理。所以，我干脆把这一切对外宣称为通灵术。我用我的这种能洞察罪犯心理的特殊技能，破了不少案子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沈家有通灵的能力，就连皇上也相信。我知道皇上要的是什么，而我的官也越做越大。只是月儿，他没有认真的学习我这2本罪案心学，他所学的只是一些皮毛。为了怕露馅儿，我再三叮嘱他不要轻易使用我们沈家所谓的通灵术。沈姑娘在建阳使用过一次，沈大人这门技艺，让我们刮目相看。一般能够隐藏10年的凶手，性格都孤僻沉默。我通过研究他特殊的作案手法，以及在船舱内每个茶叶箱里发现的指甲抓痕，来推断凶手可能遭遇过情感的不幸，所以他会用自虐的行为来缓解。这门技术果然厉害啊！罪案心学固然在很多时候能够洞察罪犯的犯罪心理和动机，但也并不是次次都准的。我也知道，迟早会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发现这一切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欺君之罪呀。对我而言，我无时无刻都在等着这么一天。宋慈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你是个破案天才，这2卷书册我赠送于你。凭你的本事，应该能够如虎添翼。沈大人，好意我就心领了。不过，沈家这门独门技艺，还是应该由沈家的人来继承。我破案有自己的方法，我已决心努力研究验尸。比起玄幻的心理学，我更相信尸体给出的答案。也罢，人各有志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带我去见瑞王吧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主和派，在主战派的人口中，我这样的也被称为投降派。在我看来，无所谓收不收复中原，能让百姓远离战火，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对国家而言，修身养息、积蓄力量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当今皇上一心想要收复中原，还于故都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编造一个阴兵借粮的谎言，来打消他北伐的念头。毕竟我对他十分了解，
他非常相信鬼神之说，那我就让他相信，战死沙场的亡魂反对北伐。爹。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这是刑部和大理寺的文牒。王爷，沈家擅杀朝廷命官，烧毁军粮，欺君罔上，着临安府尹孙胜将沈家全家查抄。我已经了解了，确实是大理寺和刑部的文牒。沈大人犯了大罪，理应被抓。孙大人，来吧，把我一起抓起来。小刘，你……王爷这是何意呀？父皇赐婚，婚期已定，后天就是我跟沈家二小姐结婚之日。我呢，自然也是沈家之人。文牒上写得很清楚，要拿沈家全家，本王也不能例外啊。这小六有两下子呀，歪点子事多，不看看是谁徒弟吗？哼，孙大人，赐婚是有圣旨的。你们呢，有刑部和大理寺的文书，文书我也看了。你告诉我，是圣旨大呀，还是文书大？当然是圣旨。好，如果后天我未能完婚，那算不算抗旨啊？这算。沈大人犯了朝廷的大罪，沈家其他人我不管，但是沈西月是我瑞王的王妃，难道你们也敢拿吗？牢头，在，把王妃带回府。是。
小六，救救我爹和我姐！愣着干什么？带回府。走吧。姐，快走！爹，爹，爹！沈家上下，除了瑞王王妃，剩下的统统带走。是。师傅，沈大人在大理寺全都承认了。全都承认了。现在沈大人唯一的请求就是把姑娘的命保下来。父皇明天去东山祭拜，回来后大理寺刑部、府尹衙门3坛会审沈家上下。作为我来说，能把小神婆的命保住，已经不容易了。怎么会呢？师傅，案子是你破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我的确认为阴兵借粮和死亡国度的案子有关联，甚至认为是一伙人干的。但是从始至终，我就没有找到过证据。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。我的人是按照你的吩咐，提前埋伏到青龙道观，阻止了刺客的行刺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没有留下活口。我们从刺客身上发现了沈家的令牌，还从他的身上翻出了一些药物。当时他们也是吃了此药才丧命的。你看看。白姑娘，你看看这种毒药，是否认得？我最近太熟悉这个味道了，是纯度很高的马草。马草？马草就是死亡国度的重要证据。这些刺客拥有了马草，还拥有沈字的令牌，这件事儿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。有点刻意了，就跟那个柔术少女偏偏是江宁府的人一个道理。有点此地无银300两。这点子方说的没错，既然他们蒙面，那就代表不想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，而且已经做好了失败自裁的准备。可为什么还要带着沈家的令牌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要是这么说，好像也有点道理。这些案子可能是沈秀玲做的，但是仅凭这些证据就断定死亡国度的案子就是沈秀玲所为，未免太牵强了。如果按你说的，那这件事儿还没完，那后边可就更难办了。那些刺客的尸体现在在哪儿？已经拉回了府尹衙门。走吧，去看看。白姑娘，去看看沈小姐。好。沈姑娘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先吃点东西，身体要紧。你爹和姐姐现在还生死未卜，你千万不能倒下。对，我现在要做点什么？我不能倒下。皇上，我得去找皇上。我们沈家这些年替大宋做了这么多，皇上一定会网开一面的。沈姑娘，你冷静一点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沈姐姐，你不能出去！沈姐姐，白姑娘。师傅，只有这1名死者是吃了马草死的，其余4人全是被箭射杀。好，那就先从这具尸体开始吧。老实点，跪下！
有什么发现吗？有，大人，里面请。孙大人，我们在神府查出了若干马草，这是邪教的画卷、四神兽图以及死亡之门。除此之外，大人，你看。这不是皇上的朝服吗？好啊，你个沈修灵，居然有篡逆之心！来人呐，在，将沈家上下所有人押往刑部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。怎么样？这是白姑娘给我的银针，针头发黑，确实是中毒的现象。但我觉得，她不是死于马草，而是死于砒霜。这马草中掺杂了砒霜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砒霜完全可以让人直接死亡，为什么还要掺在马草里？这马草虽然有致幻的作用，但毒性不大，不会让人立即毙命。我明白了。马草是故意给我们看的。小六啊，那几个青龙道观的刺客拿的是什么兵器？剑。师傅，从他的虎口处能看见茧子，说明他是常年练剑的人。不，这应该不是剑。那5个人查清楚了吗？他们都属于死士，查起来很难的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太多心了？阴兵借粮和死亡国度一样，背后的主谋都是沈修灵。死的那5位大臣，他们都是主战派，而沈修灵却是主和派。这3堂会审什么时候啊？后天。明天我父皇去东山祭拜。这刑部、临安府尹还有大理寺，是谁负责管理的？韩馥现在是封管刑部，临安府尹是孙胜，孙胜呢是韩大人的学生。至于大理寺归大理寺清空达管。那这韩大人还管些什么呀？韩大人还手握12万边军。这么说来，这韩馥的权力很大呀。韩馥是12万边军的统领，但对他有要求，他不能离开京城。而且现在边军有自己的将领，我大宋呢一直是以文官掌权。太祖怕武官拥兵自重之后更来黄袍加身，所以看似韩馥是12万边军的头领，真正掌权的还是我父皇。原来如此。放我出去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姐，这沈姑娘被关在里边，该不会有事儿吧？她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折腾累了，自然就消停了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来，坐下来喝茶。谢谢姐姐。哎呀，看来这当官还真是高危职业啊。幸亏我们宋慈没有跟那个沈熹妃凑一对儿，要不然现在我也在大牢里吧。哎呦，想想就后怕。其实我感觉白姐姐好像喜欢宋慈，而宋慈也喜欢白姐姐。要不你撮合他俩呗？我也就是瞎操心，只要宋慈开心，他愿意，我这当姐的又能怎么样啊？哎，姐，你看，我说什么了？累了自然就消停了。瑞王殿下，宋公子。
我是韩父韩大人家的管家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阴兵借粮和死亡国度这2个案子，宋公子立下很大的功劳，韩大人特设了酒宴，请2位前去一叙。酒宴就免了，我也备了宴席，你可以把韩大人请到我府上来，我师傅就别来回折腾了。这，没想到韩大人有这番好意，你回去禀报韩大人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，太好了，小的这就回。师傅，你怎么答应了？不就吃个饭吗？哎呀，韩父和沈修灵一直都是政敌，现在沈修灵倒了，韩父自然得了利。而且死亡国度一案尚且存疑，我怕你跟他走得太近，对你不好。越是如此，越是要去。当时去沈家，不也是一样吗？菲儿，爹，苏将军，麻烦你告诉韩大人，他要我沈修灵的脑袋，我给他便是。所有的脏水我也全都接了，我只求放过我女儿。沈大人说什么话呢？韩大人和您同朝为官，跟您根本没什么私仇，又何来要您人头一说？要走。爹，菲儿，爹，菲儿，菲。沈修灵谋反一事，你知道吗？谋反？你们可真会扣屎盆子啊！只要你可以说出他的同党，我可以保你不死。不然，不仅你们父女要死，我想着谋反的事情，就连瑞王爷也保不住你的妹妹吧？我呸！好啊，不让你吃点苦头，我看你是不会招了。给我打！多谢苏将军。哎呀，孙大人，无论品质还是官位，你都高于我。孙大人给我下跪，不合适吧？真不知道韩大人养你们有什么用。处理好，让沈修灵死得合情合理。老夫真是没有看走眼，宋公子才智无双，真乃国家栋梁之才。他日考取个功名，老夫必会在皇上面前保举你。那多谢韩大人提携了。瑞王殿下礼贤下士啊，你和宋公子的事情，我都已经听说了。只是沈大人的事情，多多少少对殿下有些影响。这样，等皇上从东山回来，我亲自上到折子，请皇上免除殿下与沈家的婚约。韩大人，你日理万机，还为我操着心。沈家二小姐非常对我的胃口，这个婚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可是，殿下贵为瑞王，娶一个罪臣之女，恐怕……哎呀，韩大人，我虽然有瑞王的爵位，但我在朝中没有一官半职啊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三哥才是未来的皇上，我无异于皇位，我呢娶一个罪臣之女，刚刚好。我三哥心里边放心，我呢还挺乐意。
这韩大人的心意，瑞王大人是心领了，只不过感情之事嘛，还是合意为重，是吧？也罢。哎，宋公子，不知今年多大了？啊，今年刚满18。哦，那可有婚约呢？我才18，哪来什么婚约啊？难不成韩大人给我介绍啊？老夫小女今年刚满17，虽说没有沉鱼落雁之貌，但好歹也读过几年私塾。如若宋公子不嫌弃，老夫将小女嫁与宋公子如何呀？韩大人，您这玩笑开大了。没开玩笑，老夫能拿自己的女儿开玩笑吗？师傅，韩大人的闺女那肯定是大家闺秀啊，你就从了吧。你闭嘴！韩大人，其实我那个……宋公子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老夫也好歹是一朝忠臣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最起码先见上一面呀。你说呢？对，见，一定见。韩大人，赶紧把令爱请出来吧。好。义父，白姑娘，不瞒两位，嫣儿是我10几年前收养的义女，说起来，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父母都是被金兵所杀。这些年呢，我也一直把她当作亲生的女儿来照顾。既然雪烟和2位都是老相识了，那我这个提议不知是否妥当啊？义父，请恕嫣儿不愿意接受义父的安排，我还有些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白姑娘，韩大人，这怎么就走了呢？